2 use 105 shells. Bring the rain. 在2007年美国动作电影《变形金刚》中，当美国陆军特战部队的兰尼队长与他的队员在卡达的沙漠中遭到狂派机器人蝎子的袭击而溃不成军时，作为片中首种击退狂派机器人的人类战机，一架 A3130前来驰援，并充分展示了其强大的火力，而将敌人击退。但是许多年轻人首次了解 AC130 攻击机，大概是在游戏《使命召唤》中。这款游戏首次真实还原了 A3130 的传感器操作界面的各种细节，让人身临其境。游戏中，在炮弹倾泻之下，恐怖分子抱头鼠窜，甚至连装甲车也被炸成碎片，高度还原了 AC130 在实战之中的死亡召唤。AC130 被称为空中炮艇，是一个由美国空军所研制的重型对地攻击机。它是以洛克希德 C130 运输机为基础进一步改装而成，装有强大的机载武器系统、侧面发射的武器系统与精确传感系统、导航与火控系统高度集成，成为美国空军特种部队的攻击平台，并且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炮火强大、攻击性强等特点。最初执行低空飞行攻击任务，主要用于密接空中支援与武装侦察等用途。AC130 以它强大的炮火攻击能力被誉为死亡天使，它的研制背景又是怎样的呢？AC130 的发展起源于越战，在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场上，越南军队的游击打法让美军毫无办法，数量众多且细碎的地面目标更是让美国人焦头烂额。美军虽然装备精良，但是越南战场的特殊情况让他们有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在经历了早期的无力之后，美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快速抵达战场，并且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火力覆盖、留空时间长的攻击机。美军很快便将 C47、C119、C130 等运输机进行改装，在机门、机舱侧面等加装搜索瞄准装置和枪炮，增加武器挂架，空中炮艇也就应运而生了。其中最早改装的空中炮艇是一架以道格拉斯 C47 型运输机为基础所改良的 AC47 幽灵式空中炮艇。之后，美国空军又开发了 AC119G 暗影式和 AC119K 折刺式空中炮艇，这在当时给越南军队人员、车辆、物资造成了极大损伤。1967年，美国空军决定改装 C130 为新一代的飞行炮艇，以取代载重量、飞行性能都难以满足作战需求的 AC47 炮艇。同一年，第一架 AC130A 在怀特佩特森空军基地改装完毕，并前往越南进行为期90天的实战试验。随后 AC130 被开始批量改装并投入越南战场。AC130 至今为止共出现过4种不同的版本，分别是洛克希德负责改装的 AC130A、E、H 3种型号，由罗克维尔负责改装的 AC130U 幽灵式，以及最新的 AC130G 型。越战结束后，所有幸存的 AC130A 与 AC130H 型飞机都返回美国本土。随后 AC130 攻击机又被用于古巴格林纳达战场、巴拿马战场、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以及巴尔干地区纷争中。虽然 AC130 装备精良，但是在过去的战争中也有过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情况。在各次战争行动中，已经有8架飞机被击中，其中6架是在越南战争中，2架分别在科威特和索马里的战争中。1990年，美国空军又对 AC130 进行了进一步改装，加装了最现代化的各种感应器、火控电脑、电子反制装置、导航和通讯设备。2001年，又有13架 AC130 飞机投入使用。美国空军空中炮艇部队总共拥有8架于1969年开始服役的 AC130H， 以及11架服役期长达20年之久的 AC130U。美国一直不断地对这2种型号的机型进行改进，要进一步提升它的攻击能力，使其能够在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以外，对敌人发动致命攻击。每架 AC130 配备有4台 Allison T56A15 涡轮螺旋桨引擎，这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使其最大速度可达到260节。每架飞机需要13名机组成员共同驾驶，其中包括机械师、红外探测装置操控手、榴弹炮手动装填手以及炮手。由于是在运输机的基础上改造的 ，AC130 的外表极具欺骗性，但在实战中却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天使。迄今为止，美国空军共有22架各型 AC130 处于服役状态。作为重型对地攻击机，AC130 的技术和性能数据是怎样的呢？
机组13人，机长29.79米，翼展40.41米，机高11.73米，空重55520千克。发动机4台 Allison T56A15 涡轮螺旋桨引擎，最大起飞重量70307千克，最大燃油量10300千克，最大速度482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4074公里。它武器装备有1 GU-12 平衡者机炮，2波佛斯40毫米高射炮，3 M102 榴弹炮。AC-130可以一次性在空中飞行12小时，可以携带几千枚炮弹。搜索目标精确率高，还有顶级的传感器保护自己免受导弹的袭击。在战备飞行时，机上可携带10吨炸药。从2000英尺高度下降到80英尺时，榴弹炮每分钟可以发射10发炮弹，炸毁建筑物轻而易举，杀伤半径达1500码。还有25毫米加特林机关枪后援。AC-130空中炮艇继承了 C-130运输机续航能力极强的特点，自然也存在运输机应有的一些缺点。虽然 AC-130的火力极强，但是它庞大的机体和相比战斗机来说十分缓慢的速度，很容易成为敌方重点打击的目标。但是由于空中炮艇在中东之类的低烈度战场上还大有可为，美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选择将其退役，因此只能想办法改进这一缺陷。为了提高其生存能力，美军还给 AC-130安装了电子干扰系统和干扰弹发射系统，并配备战斗机加以掩护，以便其顺利执行战斗任务。除此之外，在加装了高科技电子设备之后，美军一般选择在夜晚使用空中炮艇执行任务，以最高限度发挥其优势。2017年9月30日，美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宣布，美空军的第4代炮艇机 AC-130J 幽灵骑士已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此时，美空军已接收了6架 AC-130J， 用来取代前辈3种机型。和传统的运输机不同， AC-130J 不但可以用来运输物资，还装备了大口径机炮，可以对敌方地面部队进行扫荡式的火力输出。该机和此前的 AC-130U 空中炮艇相比，更新了其装备的航电系统和软件系统，会更加便于执行地面的袭击任务。此外，由于使用了新型航空材料， AC-130G 的重量会更轻。在动力方面， AC-130G 采用了6叶螺旋桨，相比于前辈的4叶螺旋桨飞得会更快，机动性会更好。况且由于整体载重能力的提高，这就意味着 AC-130G 会搭载更多的武器弹药，火力续航能力也会比其前辈突出。AC-130G 将装配一门30毫米和一门105毫米火炮，其中前者的射速可达每分钟200发。它的战斗部重量只有 1.8 千克，炸药重量只占不到一半，这意味着可能对目标附近平民造成更小附带损害，但是其威力和精度足以摧毁目标。如今，空中炮艇虽然仍然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甚至成为美军在波斯湾牵制伊朗的利器，但是任何一款武器装备都有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种攻击机已经不适合如今这种复杂的空地一体作战体系了。或许几年之后，我们也只能在游戏和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死亡天使的雄姿了。好了，本期对 AC-130空中炮艇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本期作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欢迎评论区留言，下期再见。